首先非常感谢金秉菊教授对我的介绍。过去15年，我自己的学术的成长，很大程度上跟金教授对我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我们全教授我自己15年过去的15年的学术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能够从韩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韩国。其实中韩关系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中韩的学术界之间的交流，确实让我至少获得很大的收益。我也非常感谢朴总长对我的邀请。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我现在正在庆熙大学教授国际暑期课程。今天庆熙大学的副校长陈金庸教授您也来到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我希望我今天的发言不要让您太失望，这样我明年还有机会再回来继续教书。那当然我也感谢我在庆大的我的班里的同学，今天也来到这里。我也希望今天你们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能够对你们的暑期的学习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我的各位同事都已经对习近平政府的中国外交、安保战略、朝核问题做了非常非常好的介绍，所以我只是有几个很简单的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我们确实对中国新政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我们希望新政府给中国带来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是外交的、安保的，更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发展。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新政府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是中国新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给中国带来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不是说简单的用西方的标准，中国应该怎么变，比如变成一个我们说 play by rule， 一个完全按照西方的规则，或者说中国只是一个 responsible power。我们说这些概念都过分的西方化。其实我的同事金灿荣教授，刚才我们在 smoking break， 我们在抽烟的时候，外面他跟我讲的一个观点非常重要，那就中国是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系统。任何想要改变中国，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中国人愿意改变自己。所以我们都坚信，其实中国的变化的本质是来自于中国内在的变化。所以未来的中韩关系，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前景，就是韩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和引导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来自于中国内在的变化。所以当中国的新领导人着眼于给中国带来变化，那我相信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是我们认识今天中国外交、安保和包括朝鲜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着眼点。那当然第二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新政府的外交和安保战略到底有了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现在恐怕说这样的改变还为时尚早，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改变。原因是3个方面。第一个，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年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相信真的是超过以前他们的前任。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正在思考、摸索改变中国的方法。这一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到现在短短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我们需要让他们更多的去观察和了解世界，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感觉，从而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变化。那当然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但民族主义对今天的中国是好事，因为它代表了今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定位自己，以及寻找让中国和世界更好的接轨这样一个新的桥梁。所以当很多人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表现为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们总体的认识是，民族主义是今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动力。那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来引导，如何有效地来规范，以及如何有效地来发展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
所以刚才我的同事也谈到，比如今天中国有自由主义的声音，今天中国有民主主义的声音，今天中国有民粹主义的声音，今天中国也有国际主义的声音。所以当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民主主义在今天中国的表现，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说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它更多的代表了今天中国国内，当我们有不同的这种观点认识和不同的这种派别的时候，那今天的中国的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天中国人可以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都会使各种中国人的看法之间的一种平衡。所以我想请大家更多的注意今天中国国内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派别，他们之间的争议，他们之间的互动将会决定中国的未来。然后第三点，我相信今天的中国的安保战略确实有已经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的各位同事也讲，我们希望中美关系有一个更加长期的稳定的建设性的发展，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的根本的目标。就是习近平国家主席讲，我们是否能够不冲突、不对抗，是否能够真正的合作共赢。那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能够有一个框架，让它更多的、更积极的、持续的发展的时候，那么问题是中国也需要面对今天的中国的安全威胁。那么如何在这个针对这些安全威胁的时候，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和中国一个积极的应对今天威胁的方式，可以有更好的协调。那这一点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你比如说，怎么定位日本？未来的中日的冲突究竟会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和程度上发生？那毫无疑问，我相信未来的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来自于整个中国的周边的安全的环境。中国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周边的局势？然后第三个是朝鲜半岛，它对中国的整个安全的利益来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本的关系和中国在整个周边地区的安全的需求？所以当对韩国来说，一个无核化的朝鲜永远是最重要的安全的目标，但对中国来讲，一个无核化的朝鲜，我想很坦率地说，可能在今天这中国的安全日程中要排在第3位和第4位。所以中韩之间对朝鲜问题的很多的认识的竞争，就来自于因为朝核问题对我们两个国家完全有不同的这种安全的影响，和在我们的政策的日程上的不同的地位。但问题是，我们到底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和韩国能不能有一个可协调的、共同努力的一个朝核政策？那我想补充的是，确实是对于今天的中国的朝核政策，不仅韩国人在争论，美国人也在争论。很多人争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到底怎么认识中国的朝鲜政策，变化还是没有变化？那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的朝鲜政策真的是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以说是过去15年中没有的。那这个过去15年中没有的中国的朝鲜政策变化，我把它总结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简单，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对朝鲜的公开的批评，这是过去15年中没有的。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的中国的方法的使用，中国的杠杆，中国的加强制裁的这种制裁的力度，过去15年中没有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在半年的时间内，基本停止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这是很难想象的。然后第二个很大的变化是，我们基本上停止了中韩之间的高层的政治的交往，这也是
很罕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今天中国的朝鲜政策的，我们中国在努力的使用自己的杠杆，但这种力度也是没有的。那第三个，其实我非常同意我的各位同事刚才谈的观点，包括金山荣教授的观点，中国的朝鲜政策的目标还是不战、不乱、不和。但问题是，在过去的15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国政府有如此大的决心，将一个不愿意契合的朝鲜和中国对朝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压力的使用，可以直接的挂起钩来。换句话来说，不愿契合的朝鲜将会实质性的影响到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中国对朝鲜的援助。所以这种 linkage， 我们说这种挂钩，是过去15年中我们看不到的。因为六方会谈今年10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不管朝鲜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回过头来讲，中国还是依然援助，双方还是依然拥抱，彼此的政治关系依然融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不愿契合的朝鲜，中国在对朝鲜板起面孔，在使用自己的手段，在向朝鲜施加压力。所以最重要的变化是这种 linkage， 是这种挂钩的政策。我想提醒今天在座的很多的朝鲜、韩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但是我也非常同意刚才我的各位同事讲，今天中国的朝鲜政策还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因为中国的利益没有变，我们的基本的安全关注没有变，我们的基本的朝鲜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但问题是，如果说整体的中国的朝鲜政策没有变，但是手段和内容开始变化，那我们到底怎么来认识中国的这种变化？所以很简单，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那就有人看着这个杯子里的半杯水，有的人说这个杯子很空，这个水只有半杯，那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而有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会认为，这杯子里毕竟已经有了半杯水，如果我们继续倒的话，它很快会有1杯水。所以我相信今天对中国的朝鲜政策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种视角。一种视角是认为变化还不够，而另外一种视角是认为已经有了变化，那未来的变化还会远吗？所以我们要注意这种区别。也请在座的各位韩国的专家能够更多的看到中国的朝鲜政策的这种积极的变化，我们来共同实现未来变化的这种给2国的安全利益、半岛的和平和东北亚的合作能够带来的积极的作用。最后一点，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各种朝鲜政策变化、外交变化、安保战略的调整和变化，最重要的变量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我的观察，那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有了新的领导人。中国的新领导人，他们对世界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认识，他们乐于在国际场合展示自己的个性，他们更准确地看到，在坚持中国的目标的同时，中国应该去寻找新的利益和实现中国利益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正在造成中国很多的变化。如果说这个判断是肯定的，那我相信朴槿惠总统最近成功的对中国的访问和中国领导人之间一个比较友好融洽的这种个人关系的培养，其实不仅会给半岛局势，而且给整个中韩关系，包括东北亚的安全态势，都带来重要的积极的变化。谢谢大家。